在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正式宣布退出大选后，副总统哈里斯迅速接棒，在原拜登哈里斯竞选总部发表讲话，这也标志着哈里斯的竞选之路正式开跑。演讲中，哈里斯不仅高度评价了拜登，还火力全开对特朗普的犯罪记录发起猛攻。但哈里斯想要代表民主党出征，还存在哪些变数？共和党方面又将如何应战呢？ I have full faith that this team will be the reason we win in November. 22号，哈里斯来到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原拜登哈里斯竞选总部，这是他宣布将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首次与其竞选团队见面。现场视频显示，至少有100名工作人员高呼卡马拉以表示欢迎。办公室内甚至还有一些拜登哈里斯的贴纸，没来得及撕下。随后，拜登通过电话发表了讲话，而哈里斯上台演讲时，拜登也没有挂断电话，全程在线收听。 We love Joe and Jill. We really do. They truly are like family to us. And we do everybody here does. It's mutual. I knew you were still there. 与拜登进行一番互动后，哈里斯开始强调自己曾先后担任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和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的专业背景，并对特朗普发起猛攻。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纽约时报给予哈里斯的首次竞选演讲好评，形容哈里斯充满活力。此前，民主党战略顾问罗德尔·莫利诺称，哈里斯能够发起一场来自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的更有活力的竞选活动。此次演讲也很好地落实了民主党人的诉求。 民主党内大佬也站在一起为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背书。拜登几乎是在退选的同时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拜登的竞选筹款网站已经将背景换成了哈里斯的照片，首页写着“拜登支持卡马拉·哈里斯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此前为拜登竞选筹款的文创产品也在一夜之间拿掉了拜登的名字，以支持哈里斯成为总统的新口号全线上新。 22号，在民主党内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前众议长佩洛西也正式对哈里斯参选表示支持。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卡马拉·哈里斯担任总统的热情支持是正式的、个人的和政治上的。”此外，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其妻子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全美50个州的民主党党主席也公开支持哈里斯，其中包括曾被视为哈里斯潜在对手的加州州长纽森和肯塔基州州长。 贝希尔。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known for messy. That's not, but I think this time they don't feel that they are running against a quote normal Republican candidate. And so there was this tug in the party. Do we open it up and see if there might be someone stronger, or do we coalesce? Is Vice President Harris the best one? In 24 hours? 不过，路透社仍注意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大佬此前仅仅感谢拜登退选的决定，并未明确表态支持哈里斯或其他潜在人选。但哈里斯的吸金能力不容忽视。美联社指，拜登宣布退选后，民主党的捐助者们纷纷打开钱包。如今，哈里斯正在打破筹款记录。在拜登退选的24小时内，哈里斯的团队总共筹集了超8100万美元。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顶级政党筹款人华尔街资深高管马克·拉斯里和风险投资家里德·霍夫曼已经加入哈里斯的团队。值得注意的是，霍夫曼本人也将给哈里斯投注1000万美元。民主党的重要资金来源地好莱坞也有多名歌手、电影人发声支持哈里斯。 This was the perfect moment for her. Like, it's like right now, I don't feel like we have strong candidates. We don't have strong candidates. I feel like this would have been her perfect time to shine. 深圳卫视注意到，说唱歌手卡迪 B 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有155万粉丝。目前，这条支持哈里斯的推文已经获得超过60万人点赞，并收获了1.2万条评论。拜登的退选呢，实际上在这个炒作的过程中呢，其实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度，实际上是免费的为民主党的未来候选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
第二个呢，通过这样一场博弈呢，民主党也将迅速的锁定党内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人选。不过，接下来的几周对于哈里斯而言十分关键。她不仅要团结民主党锁定提名，要巩固现在的筹款趋势，还要规划出一条明确的竞选道路。路透社称，截至22号晚间，哈里斯获得的党内支持数已经超过了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所需的简单多数门槛。提名竞选搭档是哈里斯下一步重要决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列出了10名可能的人选，其中包括曾是宇航员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在年轻族群里颇受欢迎的加州州长纽森等。But the discussions are fluid. In fact, some major donors are urging the vice president's camp to think more broadly about the pick. One name being mentioned, retired Admiral William McRaven,who oversaw the raid that took out Osama bin Laden. There's a thought that if you take a military leader or a business leader, it could help. 虽然哈里斯在年轻族群以及少数族裔中深受欢迎，但这并不代表在面对特朗普时，他可以一帆风顺。有媒体总结，哈里斯女性、少数族裔以及59岁的相对年轻身份是应对特朗普这名78岁老白男的重要优势。但批评者们表示，哈里斯自称是一名进步派检察官，但他在民主党进步派中却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哈里斯高度缺乏存在感。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批评哈里斯这个人实在是太无聊了，公开演讲只会读提词器，没有什么即兴发挥，也鲜少制造舆论爆点。相比网感十足的特朗普而言，哈里斯宛如一个隐形人。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妮弗·维克多表示，回顾哈里斯4年作为副总统的执政记录，他经常出现在一系列不太讨喜的新闻标题中，包括对副总统办公室管理不善导致大批员工离职，在移民问题上沟通不足，被批评对边境关注不够。此外，和拜登一样，哈里斯今年的支持率也没有超过40%。华盛顿邮报指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他可能仍然背负着现任政府的选举包袱。拜登退选后，特朗普也迅速调整攻击目标，扬言哈里斯比拜登更容易击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为哈里斯可能接替拜登做准备。事实上，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得知拜登退选并支持哈里斯的几小时后，就推出了一段30秒广告，抨击哈里斯是掩盖拜登衰退的遮羞布。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则广告已经在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和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战场州上线。Kamala knew Joe couldn't do the job, so she did it. Look what she got done. A border invasion, runaway inflation, the American dream dead. They created this mess. No, Kamala owns this failed record. 拜登退选，副总统哈里斯很可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那您觉得他能击败特朗普吗？胜算有几何呢？主持人好。临危受命的哈里斯面临着2大考验，第一是能不能在民主党大会召开前的20多天内迅速地改变选情，让民主党产生信心，认为他呢起码是特朗普的对手。第二呢，是在离大选106天以内，能不能提出富有说服力的执政纲领，能讲出美国往何处去吗？这2个挑战呢都很难以应对，特别是第二个，能不能提出与特朗普和拜登都不同的政治纲领，以体现民主党的重新出发，可谓是压力山大。哈里斯在年龄、活力、打击犯罪和允许堕胎等问题上比特朗普有优势，但是在其他领域，他似乎呢没有多少主见，尤其是如何应对复杂的外交形势。现在呢，美国政治的4大关键词是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几乎呢都被共和党特朗普所霸占。就连拜登这样以外交为主打的总统，也渐渐地屈服于保护主义，对中国进行芯片封锁和电动车进口禁令，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对哈里斯或者别的民主党候选人来说，都是很难指出新的政策来应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如何降低物价，如何提高美国制造业水平，如何处理俄乌军事冲突，如何尽快地结束巴以战争，如何处理与北约的关系，如何正确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台海和南海出现波澜，美国如何站位？
这些问题呢，哈里斯要做出与特朗普不同的答案，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技巧。要赢得选民支持，就更加需要费尽心思。哈里斯和民主党现在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美国的分裂，喜欢特朗普和反对特朗普的，但是呢，要把反对特朗普的转变为支持民主党的，一样是巨大的挑战。所以说呢，尽管哈里斯跌跌撞撞地推开了通向权力的大门，但随后呢，就是激烈的权力斗争，看能不能在8月19日召开的民主党全大会上获得提名。就我个人的判断，他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几率占70%。